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得起，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也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他会有多幸运？青春是段跌跌撞撞的旅行，拥有之后觉得美丽，来不及感谢是你给我勇气，让我能做回我自己。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他会有多幸运？许我尘埃落地，用沉默埋藏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
在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事总清晰，千言万语总是无语。爱是天知地里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许我尘埃落地，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事总清晰，千言万语总是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但隐瞒的事总清晰，千言万语总是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你有些累，想要一个人静一回，你的眼含着泪，我的心也跟着碎。你为那个人憔悴，为他扛下所有罪，我为你执迷不悔，整夜无法入睡。就算全世界离开你，还有一个我来陪，怎么舍得让你受尽冷风吹？就算全世界在下雪，就算候鸟已南飞，还有我在这里痴痴地等你回。你装作无所谓，其实已痛彻心扉。没想象中的坚强，坚强的面对是与非。想要给你的安慰，你淡淡笑着拒绝。满身伤痕的爱情，不值得你付出一切。就算全世界离开你，还
有一个我来陪，怎么舍得让你受尽冷风吹？就算全世界在下雪，就算候鸟已南飞，还有我在这里痴痴地等你归。就算全世界离开你，还有一个我来陪，怎么舍得让你受尽冷风吹？就算全世界在下雪，就算候鸟已南飞，还有我在这里痴痴地等你归。感谢他把我哄成傻子，每天都哄我上当一次，庆幸一辈子也就那样子，不介意用爱来醉生梦死。原来被催眠真有意思，我乐于做个敬业人质，没空再去对谁解释，是我自己把自己挟持，不关他的事。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就让我陪他练完这场爱，只求心花终于盛开，就没有别的期待。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我乐于做个敬业人质，没空再跟他谁解释，是我自己把自己挟持，不关他的事。都快忘了连等一个爱，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就让我陪他练完这场爱，只求心花终于盛开，就没有别的期待。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有谁能够告诉我，时间的海多深？你和我的心明明曾经是
相爱的，是否你还听得到我呼喊你的名字？为何我有种靠不近你的心情？越来越不能够相信，生命之中没有你，好像天国没有美丽的嫁衣。为什么在我的眼睛总有预感将要下雨？就算走在人群里也觉得好孤寂。为什么在你的眼睛我看不到你的疼惜？难道爱已融化在时间里？有谁能够告诉我，爱的天空多远？你和我的梦是否可能会实现？越来越不能够相信，生命之中没有你，好像天国没有美丽的嫁衣。为什么在我的眼睛总有预感将要下雨？就算走在人群里也觉得好孤寂。为什么在你的眼睛我看不到你的疼惜？难道爱已融化在时间里？为什么相爱的原因随着你转身的离去，爱的天国已遥不可及？沙砾带着我们的记忆，我从半路看回去，这尽管慢慢好玩具，梦光穿了细雨，讨好了多少的禅意。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心啊，孤单的流向，他还好吗？我多想爱他，那永恒的泪凝固的一句话，也许可能蒸发。是谁的爱呀，眼泪
谁坚强，今生不换，就让我融化那一滴水莲花，成我翅膀，向着我爱的人追吧。心饱含了多少的禅意？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心啊，不断的流下，他还好吗？多想爱他，那永恒的泪凝固的一句话，也许可能蒸发。是谁的爱呀，与泪水坚强，今生不换，就让我融化那一滴水樱花，成我翅膀，向着我爱的人追吧。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你是遥远的路，山野大雾里的灯。我是孩童啊，坐在你的眼眸。你是音乐清风，我是你照拂的梦。见与不见都一生与你相拥，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蹒跚在前，请带我去明天。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我愿活成你的愿，愿不忘啊，愿永忘啊，这盛世每一天。你是岁月长河，星火燃起的天空。我是仰望着，就把你唱成歌。你是我之所来，也是我心之所归。世间所有路都将与你相逢，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蹒跚在前，请带我去明天。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我愿活成你的愿。愿不忘啊，愿永忘啊，这盛世每一天。伤口无恙，烟火浅长，可是你如愿的眺望。孩子们啊，满水梦想，像你深爱的那样。而我将梦里所梦的团圆，愿你所愿的永远，走你所走的长路，这样的爱一样。我也将见你未见的世界，写你未写的诗篇，天边的月，心中的念，你永在我身边。
如你年轻的脸。你没有勇气说出那句话，相信未来你已有计划，左等右等只吃着你说法，挂掉了电话，拨乱了头发，我们的世界已没有时差，防备与放假，心不再挣扎，屏住呼吸告诉他我是多么的中意他，没有害怕，每次约会心中总会有火花，梦到一幅画，有我和他，微笑的我，穿着长长的白纱，哒滴啦中意他，中意他，他的胡茬，让我的世界起了大变化，哒滴啦中意他，中意他，他的胡茬，换上一个家，为他生一个胖娃娃。讲电话，绕了半天说不出我爱他，喜欢他的安静不动话，现在却怪怪的那么傻。我掉了电话，拨乱了头发，我们的世界已没有时差，防备与放假，心不再挣扎，屏住呼吸告诉他我是多么的中意他，没有害怕，每次约会心中总会有火花，梦到一幅画，有我和他，微笑的我，穿着长长的白纱，哒滴答中意他，中意他，他的步伐，让我的世界起了大变化，哒滴答中意他，中意他，他的胡茬，换上一个家，为他生一个胖娃娃。坐在台阶脱了凉鞋，愉快的斗嘴，别人在上班，我们放假偷一点闲，不吃大餐，不花多钱，日光公园也有幸福感觉。不管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用眼睛微笑，小心说爱变成今天。哪怕再爱不点点想见就见，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见上一遍，闭上眼，情绪特别，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感情多真，飞越远越明显，不能见还相见，一见面就能依恋，甜蜜是亲吻的瞬间。
情近在是浪漫的终点，用眼睛微笑，手心说爱，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相念，就念就念，但可以用真实把握时间。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千章一遍，闭上眼，情绪贴特别，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感情多真，飞越远，感觉越明显，不能见爱相见，一见面就得依恋，甜蜜是亲吻的瞬间。你说我冷得像水仙，冬天才看到我的笑脸。你说我在等一个语言，却远远不能够实现。要为你改变，盛开在夏天，别忘了我就是水仙，白水映出了我的春天。盛开在冬天的水仙，你是否闻得到我的娇艳？如果你给我一双鞋，我就会为你长袖翩翩。如果你看穿我的思念，我就不会为你哭红双眼。如果我们戒掉了思念，就不会开在你的窗前。你说我冷得像水仙，冬天才看到我的笑脸。你说我在等一个语言，却远远不能够实现。要为你改变，盛开在夏天，别忘了我就是水仙，白水映出了我的春天。盛开在冬天的水仙，你是否闻得到我的娇艳？如果你给我一双鞋，我就会为你长袖翩翩。如果你看穿我的思念，我就不会为你哭红双眼。如果我们戒掉了思念，就不会开在你的窗前。
盛开在冬天的水仙，你是否闻得到我的娇艳？如果你给我一双舞鞋，我就会为你长袖翩翩。如果你看穿我的思念，我就不会为你红红双眼。如果我能戒掉了思念，就不会开在你的窗前，就不会开在你的窗前。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爱你那么久，其实算不容易，就要分东西，明天不再有关系。留在家里的衣服，有空再来拿回去。不想相爱都结了果，舍不得拼命找借口，不勉强你再为了我，心不再留不留都是痛。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让我痛快地付出声音。我可以抱你吗，宝贝？容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你也不得已，我会小小的离去。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爱你那么久，其实算不容易，就要分东西，明天不再有关系。留在家里的衣服，有空再来拿回去。不去相爱都结了果，舍不得拼命找借口，不勉强你再为了我，心不再留不留都是痛。我可以抱你吗，爱人？
让我在你肩膀哭泣。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我可以抱你吗，宝贝？容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你也不得已，我会小小的离去。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我可以抱你吗，宝贝？容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你也不得已，我会小小的离去。你也不得已，我会小小的离去。他说他找不到能爱的人，所以宁愿居无定所的过一生。从这个安静的镇到下一个热闹的城，来去自由，从来不等红绿灯。酒吧里头喧哗的音乐声，让他暂时忘了女人的身份。放肆摇动着灵魂，贴着每个耳朵问，到底哪里才有够好的男人？没有爱情发生，他只好趁着酒意释放青春。可一定是每个眼神，却只看见自己也不够诚恳。推开关了的门，在风中晾干脸上的泪痕，然后在早春陌生的街头狂奔，直到这世界忘了他这个人。没有看直播了你就出去，什么分不分手关你屁事啊！在那块过年了，你在这块丧门心。酒吧里头喧哗的音乐声，让他放肆忘了女人的身份。放肆摇动着灵魂，贴着每个耳朵问，到底哪里才有够好的男人？没有爱情发生，他只好趁着酒意释放青春。可一定是每个眼神，却只看见自己也不够诚恳。推开关了的门，在风中晾干脸上的泪痕，然后在早春陌生的街头狂奔，直到这世界忘了他这个人。几次真
做了这个决定，终于做了这个决定，终于做了这一个决定。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爱就有意义。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如果我的坚强任性会不小心伤害了你，你能不能温柔提醒我？虽然心太急，更害怕错过你。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那玩意儿你是我的粉丝，完了你还问我是你说我看着眼熟，你关注了我，你看我能不眼熟吗？不要问了，你就是我的粉丝，你看我当然是眼熟了。你失忆了？你那个前面，你那个名字前面写着那个粉丝俩字儿，就代表了你关注了我。哦，那你关注了我，那你做饭，那你看我眼熟就眼熟了呗。嗯，不用纠结啊。
半夜直播，这是半夜呀？谁家半夜在9点？这是半夜了。不知道评论区里我该怎么回复啊？这是半夜啊？他可能说昨晚。对啊，就是大家没有时间空间感，就是你说的，你说话吧，你跟我说，你就说你当下的事儿，能明白吗？就你们就是没有一个时间空间感。你跟我说话，你说半夜，啊，就这可能二次元害了你们，我就搜一下名字，搜我干啥？好了，又到给大家讲故事的时间了啊！今天这个，我就是我发现啊，就是怎么着都有人说，就是那个，你看我平时直播呀不固定，然后最近直播时间稍微长了一点，有人说，哎，你直播怎么那么长啊？要不你就怎么不直播了？啊，就是废话少一点，咱们就是平时就是看看直播挺好，因为最近天冷，我也不愿意去店里啊。我正式给大家介绍一下，就现在还有那个就是直播间里的那个新粉，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可以叫我图图，我今年32岁，身高1.75米，体重83公斤，是 ES。ES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110里的 ES， 就是那个就是 SM 里的 S 啊。然后我现在单身啊，我这人特别讨厌废话，我是东北人啊。东北人不一定就是说一定就是特爷们儿，但是东北人我个人会觉得东北人就烦磨磨唧唧的人啊，就是磨磨唧唧的，我真的特烦啊。不一定特爷们儿，但是就特烦那个磨磨唧唧的啊。然后呢，就是我的直播就是时间就随机的啊，没有那个固定的时间。没明白 S， 你不用明白啊，用不到你身上啊。然后那个就是我直播不固定时间啊，想播什么就播什么，想看你就看，不想看你就不看啊。我也不就是大家不用点赞啊，有礼物可以刷刷礼物。我觉得点赞呢挺累的，没什么用，因为你们点赞也不能换钱啊。我也不太喜欢直播间人太多，因为我招呼不过来啊。然后我平时直播就是唱歌和那个讲故事啊，唱歌和讲故事，然后我希望我在讲故事的时候，大家不要在那个评论区里聊自己的，你要看什么你就加谁私信啊。一般我在评论区里看到那种就是废话连篇，或者说在那块刷屏的，俩人在那块暗度陈仓的，我就直接拉黑了啊。你看着谁，你私信人家就完事儿了，你别在我这底下就在这哭，在这块就是这跟那个蛆似的。好了，给大家讲个故事啊。这段故事呢，其实也讲了很多次，讲了很多次。这个是讲的我第3任的故事，讲了我第3任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应该是19年的时候啊，发生在我第4任前面。我跟大家说过，其实我跟第4任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我跟第4任认识的时候，突然就认识了第3任，所以就是第4任就等于中间出场过，
就是前面出场过，然后中间被第3任就是抢了啊！我的天呐，你估计有10任了吧？更多，你是不是1任都没有啊？你说话这么酸，你别管别人有几任，好吗？你1任没有，也不代表你就是干净人，好吗？咱们就往下听啊！别在那块跟我说什么几任了怎么样的，就显得怎么样？好看的人，我告诉你，对象都多，前任都多。这是你不懂的这个范围了，我不多讲了，好吧？继续往上说啊，继续往上说。那个当时呢，就是我跟那个前任，就是第3任啊，第3任我们认识的时候，其实是在抖音上认识的。然后我当时是想给自己那个就是就是跟我回家，然后跟我回家3，我想找演员。所以我就跟第3任我就聊天了，我就说，哎，你有没有兴趣那个怎么样？然后他就说，就是可以，但是就是互相关注了一下，但是也没往下。其实你能回想，觉得还是有味道的。别在那块废话连篇的，我在这讲故事啊，不希望就是回答你们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废话啊，咱们就是不要那个在评论区里打废话，我还得看啊。然后当时呢，我就是给第3任那个就关注了一下，后来就是因为关注了以后他总发抖音呢，然后我就看他抖音，然后我就觉得身材不错啊，身材不错，然后长相也是可爱的啊，是属于肉壮型。虽然说我不太喜欢肉壮型，但是他的肉壮你能感受到他是肌肉啊，肌肉多一些。后来就加微信了，然后那段时间就是其实在加微信之前其实一直都没有怎么聊天，是因为我深夜开直播，然后他就来看直播啊，看直播以后，然后你别在那块就是显得你知道多，那个爆衣把嘴这封上好吗？就不要提及别人的名字啊，人都是前任了，能明白吗？我们继续往下讲啊。然后那个就是，哎，就是我深夜直播的时候，他就来看直播啊，看直播，然后他就那个就一直看，后来就他看完直播以后，我们就加了微信以后，然后半夜他睡不着觉，我俩就聊天，他就说，他有点迷茫，因为他刚学了一个就是那个私教的那个证，但是呢，他去实习了。实习之后，他觉得那帮学员，因为他是做私教嘛，你们应该也知道，就是私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私人教练，就是健身房的。他就觉得那帮学员啊，就是那帮就是客户啊，他就觉得他们不上进，然后你让他们训练，他们还各种推脱，就今天来了，明天不来，他就觉得话说重了。客户有点反感，要不说中的话，他也觉得说他们有点不尊重他这个私教。然后其实我脑子里，因为那个阶段的其实我也在请私教，我心里就是直接一个想法，我就觉得说，你以为你谁呀？就我觉得你私教，你还真的拿自己为人师表了，怎么着？还人家尊不尊重你？其实现实的社会就是。我出钱了，我请一个私教，我愿意怎么着，你别管我。然后就是有的人其实花钱就是买那个乐呵，有几个靠私教真的练出来了。所以说就是我当时就初步的，就是对他的评价就是一个很幼稚的一个人，他还没出过社会，他还觉得说私教就是老师，然后别人要尊重他，要那个什么那个为人就是什么恪守什么自己的学生的一个准则之类的，我就觉得特幼稚。然后我就劝他，我就说，哎，那你未来你想做什么呀？我说你肯定你得有自己的那个梦想啊之类的，或者说就是你这行你不做了，你要做别的呀。他说，我想做那个淘宝。因为当时啊，我正好就是也想做淘宝。我说那你想怎么做淘宝啊？因为我觉得他挺幼稚的，然后我就跟他聊，我说那你做淘宝有没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想法？他就巴拉巴拉跟我说完了以后，我觉得他这个对淘宝的理解还算是比较接地气的
所以就是我当下我就觉得说，哎，就实在不行的话，我就做个淘宝，然后让他做，然后我俩就半匹，因为我没时间，但我有钱。他呢没钱，但是他有时间，而且他有想法。我寻思，那我出钱，然后他出力，然后半匹。就是我做这个事儿的行为，就是出发点肯定也是因为喜欢他，但是那个时候就没有特别喜欢，就觉得说，因为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因为他好像是那年24、25岁吧，不是24、25岁，对，差不多24、25岁。我就觉得他，其实我在24、25岁的时候也有人帮我，所以我就想帮他。后来我就跟他聊，然后我就给他办了一张卡，我就往里边存了2万块钱，然后把这个卡还快递给他。后来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是那个钢铁侠几啊，不是钢铁侠，是那个复仇者联盟几，好像是4还是3，反正就出了。然后他说他想看，然后紧接着我就做了一件特别那个就是电视剧的，我说你想哪天看，然后我就直接买飞机票我就去。然后他以为我在骗他，所以就是他没当真，我就真买票了。我第2天晚上的飞机，结果出发的时候我还告诉他了，我说我今天晚上就到。他说好，他还以为我在骗他，因为在出发后，然后那个就一直没起飞，因为航班那个延误了，所以他就觉得我肯定是在骗他。结果我就到了我到了以后呢，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在哪个酒店，然后他说哦。紧接着他第2天他就说一起跟我吃饭。然后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那边我其实我没有思想准备的，就是失眠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失眠，反正我到那儿就一直睁眼到天亮，我都没睡，直到他来了之后，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因为那个酒店算是一个4星和5星之间，它上面是有一个那个餐厅的，好像是4星吧，4星半左右。然后我就在那个餐厅跟他吃了个饭，然后就见到他本人，他本人就是高高壮壮的其实他跟我差不多高，但是因为他那个身材比较壮硕嘛，他就比我宽大很多，所以我看到他，其实我没有太大的感觉就是我喜欢娇小一点的，然后他呢是那种宽大型，然后又可能有点社恐，面无表情，然后就一起吃了个饭。吃了饭以后，然后我就答应，不是说带他那个去看电影吗？结果有就带他去看电影，结果没看那钢铁侠没看那个钢铁侠。那个沉默你能不能听别人在直播？那个沉默你是不管别人在直播什么，你就要问你想问的东西，是不是？要不你就别说话你要想问问题，等会儿再问。你问点就是跟这个直播有关的，可以吗？不要打断我，因为我能看到你们的屏幕，我就想回复你们。我继续往下讲继续往下讲然后我就陪他看了场电影，然后那个就是电影院呢，就是那天也挺热的，但是那天电影院它就不开空调，然后这个厅里就4个人，我俩还有另外一对情侣。然后进去，因为他壮他胖然后我就看他一直在流汗，然后我就就是我们坐下了以后，然后我就挺生气的，我就出去了。我说你等我一会儿，我上个厕所。我出去以后，我就把那个工作人员我就叫过来，我说来，你们过来，那个厅里为什么不开空调
我说你们不开空调，我们花这个钱干嘛呀？在那块热的要死。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是那个赶紧去开空调。然后我说有没有纸巾？然后我就去买个纸巾。然后结果我回去的时候，我说那个我就特别就是韩剧男主角那种。的纸巾。谢谢。你怎么去这么久啊？啊，没事儿。这会儿不热了吧？我让他们把那个空调打开了。哦，就这样，就做了一件就是男人该做的事儿啊，就当时就是很着迷于就是这种感觉。对，后来我们就看完电影了，看完电影以后，然后那个他就说要去什么蹦床。他想去蹦床啊，不是蹦床，反正我忘了就干嘛去了，好像这因为记不清了，记不清以后，然后第二天我们去看了那个就是复仇者联盟，看完了，然后就是因为下雨，然后我们就去蹦床，我恐高，但是那个蹦床吧，其实就是跑，然后踩那个弹簧蹦起来，然后粘在墙上。还有那种高空的那种就是攀爬的那种东西，反正我就为了陪他玩，我也在玩，很累。然后结果呢，那个时候我正好发了一首歌，叫做那个不说什么和保持沉默。那个时候我就是那个歌曲刚做出来，然后我们在回去的路上，我就说，哎，那个能不能去你家，然后那个用一下你电脑啊？我说能不能用一下你电脑，我上传2首歌。然后他说行，结果我就去他家了。去他家以后，然后我就操作嘛，操作完以后，然后就在等嘛，因为上传需要时间，我就在那等，因为我就没睡好这2天，然后所以我就在那个他床上就栽歪就睡着了。睡着我睡梦当中，他还帮我盖了被子。等我一起来的时候，他就叫好了外卖，我们就在他那个小出租屋里一个小破桌子上，我们就在那吃外卖。外边还下着雨，然后我就试探的问一下，其实我就觉得说，哎，或许今天晚上就在这坐也挺好，因为这个床睡得还挺沉的。我就试探问一下，其实我不想走，但是我试探问一下，我说，这附近有什么好一点的酒店啊？那个马路对面有一个。哦。那我等会儿就过去了。那我送你啊。就这样，我一直都没订这个酒店，我就问他有没有这个酒店，然后我其实不想走，所以我就没订这个酒店，我就一直就是吃完饭了，然后收拾好了，然后外边下着小雨，我俩冒着小雨，然后就走，在路上也没怎么说话。到了酒店以后，那个酒店是一个特别老的一个酒店，里边环境特别差啊，外边看着还行啊，结果就住进去了。住进去以后，然后他就因为那个房间挺大的，我就栽位在床上，然后他呢就栽位到那个沙发上，然后他就在那个沙发那儿平躺了。这个画面你们就觉得非常熟悉了，就是《芝麻2》里边的画面，就他在那个就是沙发上栽位着，我就说你是不是困了啊？有一点，那你就上床睡呗。哦，我就在这块待一会儿，等一会儿我就走了。干啥？你有事啊？就床上睡呗。哎呀，还担心我碰你啊？放心，我不碰你。就这样，我们就是他就上床睡了。那个床2米乘2米的，所以就是中间的空子特别大，所以就是我们想做什么也没做什么。然后后来他就躺在床上，然后我就开那个电视了，然后开电视。他就睡着了，然后我就在那看电视，他大概睡了40多分钟，他就醒了。醒了以后，
我也不知道是那个就怎么就说到这个事儿了，反正我就说，我说我明天我就走了。他说那个我说，哎呀，其实我就跟他那个说了嘛，我说其实这次来呢，其实就是想陪你看个电影，完了另外也是会对你有点好感。接触了2、3天，我觉得就是可能你对我没那个意思，但你放心，就是我也不会什么失望之类的，咱俩就是好好的把这个网店做好，我就大概说了这些东西。他说他就突然坐起来了，然后他就说，他说那个就感觉这2天的接触，感觉2个人不是同一个，就是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就是感觉我的消费很大，就是比如说我住的酒店啊，就是在他眼里都算是比较贵的，然后包括吃饭啊，一顿饭就是几百块之类的，反正就是在他眼里，就是我的消费观念可能比他要，就是要铺张浪费很